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今天呢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呢，本期视频内容主要讲的是跟照相相关的。这里的照相呢，主要指的是证件照，因为在日本证件照的方式和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基本上可以说是这边的证件照都是属于自动的一些照相亭来进行照相的。而不是像中国你需要去找个照相馆，然后他慢慢帮你照，再进行 PS 处理。所以说这一期内容对大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期内容，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一下。日本的自动照相亭主要有4个品牌，最主要的是前面的2个，后面的2个它主要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比较多，然后它的数量也比较少，大家可以不用太过于在意。最主要是前面的2个 DNP 还有那个 Mi Group 这2个公司，这2个公司的话，他们在日本的自动照相亭分布一般是最广的，也是数量最多的，而且基本上你在街上走在路上，甚至说在车站的时候都能看得到。图中大家所看到的呢是日本4大公司照相亭的样子，它们的样子从外观来上看的话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也都是一个取相片口，然后中间一个屏幕，然后一些调节的操作面板什么的，还有一个凳子可以调节高低的。其他的区别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最主要是支付方式上，比如说有一些它是设定在比如像大使馆内部的，它只支持那一个现金的，它可能就是这种样子。还有的话呢，就是有些照相亭是比较新的，它支持的一些新功能比较多，甚至说有一些新的照相亭，他们支持像支付宝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付款。但是呢，可以说前面的2大公司，他们都应该已经支持了支付宝、信用卡和微信付款这些比较时尚的内容，还有 PayPay 这些。后面的呢，他们可能就比较少了，比如支持那个西瓜卡，或者说是那个日本的信用卡、现金等。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它们的一些功能。首先，它们都是联网的照相亭。然后呢，拍完照以后，在选择服务里面，如果你选择被那个上传到云端，或者说发送到自己邮件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相片储存到照相亭所属公司的一些云网络上。一般保存时间是2到6个月不等，看各家公司的具体要求。关于这个网上的存储，这个有非常很多方便的功能，比如说你把它传在手机上或者电脑里，你可以随时进行打印，然后你就可以避免了再一次去照相的一个尴尬，或者说花钱。还有呢，就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数据资料去进行一些背景色的变换什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我推荐的话，大家一定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联网功能。第二个呢是即时打印，在照相之前，一般可以选择打印或者上传到云服务器，也就是送到邮箱或者说其他方式。不选择的话呢，就是你就可以直接进行打印。这种一般比较适合在什么呢？比如说你嫌麻烦，不想带相片，只想去周围去照个相，就立马出相片，这个也是可以的。另外一种呢，是你忘记带，或者说你急需这个相片的时候，你只需要1分钟到2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得到自己的即时证件照。这个远远比你去找个照相馆，让他帮你找人给你拍照，然后再把这个数据上传到电脑进行 PS 修改，远远要比这个快得多。第三个呢是可以支持存储到云端以外的，比如说像 U 盘、手机、移动硬盘等一些可以使用 USB 连接的方式的一些移动媒体。如果说未来的话，不知道它会不会推出，可以说，比如说通过蓝牙或者其他方式直接上传到手机上，这个不太清楚。但是如果说以后有的话呢，那可能会比现在这个也还要方便一点。第四个呢是可更换照片的背景，一般是属于收费功能，在基础的照片功能上会多收一些费用，比如基础的照片费用是500，它可更换背景费用的话就是1000日元左右。这个功能就非常适合一步到位、不喜欢折腾的人，他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功能进行变换自己所要的任何背景，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因为在日本，一般的照片都是白底照，你照出来的话，它都是给你白底照的，而不是什么其他红底、蓝底的，所以说你需要进行选择。第五个呢是美颜功能，你没有听错，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自拍照里的美颜功能，它还可以用在那个就是证件照上。日本的这些证件照照相亭，它都是自带美颜功能的。
而且它的美颜功能比一般人为的去调要更好一些。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证件照更好看的话，可以使用美颜功能，让自己的证件照更为好看一些。第6个功能呢，就是可以申请和更新个人番号卡。这个你没有听错，它可以申请和更新个人番号卡。它申请和更新番号卡的话，它比你去区域所或者说是去就是通过网上申请，或者说是通过邮件进行取发的话，它还要更快，因为它只需要你拿着你的那个申请书，然后去照相厅，然后拍个照，扫描一下申请书 ID， 然后提交申请，你就可以申请上去了，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把这个过程给搞定了，完全不需要做其他事情。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然后这里我们就来说一下个人番号卡的，就是在照相庭的个人番号卡申请流程。它的材料呢很简单，就是本人和申请书。然后呢，流程呢就是首先它这里有一个选项，就是在那个选择屏幕里面会有个选择个人番号卡申请的内容，然后就是照相，然后是扫描申请书的二维码或者条形码，然后照相的还有这个扫描的这2个步骤呢，它是根据公司，它会根据这个公司的要求，它会先扫或者后扫，所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然后呢，就是提交，提交以后呢，你再出去拿一下那个回执就可以了，他会把那回执打印给你的。如果说你万一你的就是说你的申请表搞掉了，他可以把那个回执，你可以拿那个回执去查询，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是照相流程，我们来了解一下。打开帘布，它一般都有帘布的，然后拉上帘布，这一步是一定要拉上的，因为如果你不拉上的话，你的那个光线它会影响你的照相模式。然后是支付，支付以后，然后就是根据提示先调节座椅，左右旋转可以调节升降，调节到合适的位置。然后是拍照，拍照一般会进行拍照3次，有的地方是2次。然后是拍照好以后，你选择一张你最喜欢的，或者说选择重拍，如果没有合适的话，一般都有1次免费机会。然后就是调节中线以及上下的位置，中线的话是人脸中线，上线对应头发，下线对应下巴。然后调节完毕以后，可以选择打印，或者说是插入 USB 设备，又或者输入邮箱。然后最后就是去照相亭外这个取照片的那个地方点来打印就可以了。使用邮箱或者云网络的话，它会给你打印照片的下载地址。这里比较值得注意的有3步，首先呢是这个最下面的这一个插入 USB 设备或者输入邮箱，还有就是照相模式选择以及支付。有些功能呢，就是有些公司它会喊你先选了照相模式以后，先插入 USB 设备或者输入邮箱，然后再进行支付。有一些呢是喊你那个支付，就是照相模式选择，支付完成以后，根据步骤一步步的来，在最后再插入设备或者说输入邮箱。就是根据公司它是有一定区分的，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然后价格呢和我之前所说的一样，但是呢它有2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呢，第一个是人流越大的地方它会越便宜，车站周围比非车站周围更便宜，大家可以好好记住一下。如果你想要找比较便宜的地方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去人流量大的车站，或者说在你周围的比较近的车站去找一下这种照相厅。然后基本价格都是在500到1000日元之间，收费功能会在基础功能上多几百日元，大家可以好好留意一下。支付手段呢，主流的一般是现金，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些地方可以支持信用卡、西瓜卡，然后 PayPay、支付宝等微信等。一般前面来说的话，首先是现金，然后是信用卡和西瓜卡是基本上是很多都可以支持，但是 PayPay、支付宝和微信的话，这些等需要扫码的这种支付的话，可能还是要看一些地方有没有更新，如果它没有更新的话，就可能就无法支持。所以说最好的方法是把现金带上，那么即便是不支持其他支付方式，你也可以使用现金来进行支付。然后呢，是如何查找这种照相厅？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谷歌地图来进行搜索，也就是你可以是日语、中文的简体甚至繁体都可以，然后通过搜索证明
或者说证明写真这些关键字，便可在图上，也就在地图上发现周围已经登录过在地图上的一些照相亭，但是一些新设的地方可能没有标记，这个是唯一的缺点。毕竟每张地图更新是有周期的，每个地点的一些设备的一些更新，它也是需要人继续进行检查和采样，这个是比较花时间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是通过这4大公司自己的网站搜索功能进行查找，虽然说是4大，但是呢后面的2大公司我并没有找到他们的查找功能，所以说这里其实上只有2大。然后呢，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呢都很明显。优点是，即便是刚刚设立的都可以查找得到；缺点呢是，它只能查找自家公司的照相亭。最后一个我比较推荐的呢，就是这个第三方软件，或者说网页。最好的就是这个证明写真这个地图。这个的话呢，它在那个更新的话，可能比这4大公司自己稍微慢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它又会比这谷歌地图更快一些的更新。比如说谷歌地图更新可能是半年一次，它的话可能是1个月进行一次，就这种感觉。最后呢，教给大家一些小诀窍，如何通过基础套餐去更换证件照背景。一般的话，你选择基础套餐就是选择你把那个照片保存在云网络或者手机上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数据的这个数据照片，然后你可以通过第一种呢是通过 PS 进行修改，这个的话呢对一些不懂电脑的人来说是比较麻烦的。第二种呢是你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网上查找，比如说是证件照背景更换的这种类型的网站，他们都已经经过大量的训练集成 AI，可以在瞬间把这个背景更换掉，甚至说可以裁剪出你想要的任何尺寸，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大家可以好好利用一下。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和其他论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猎豹群。谢谢大家。